安全感的來源不是對方的行為，而是自己的內在穩定。你是否曾經這樣想過？他為什麼那麼久沒回訊息？是不是不在乎我啊？他今天好像不太高興，是不是對我失望了？我努力付出，他還是好像不夠愛我。這種焦慮感像是一個無形的警報器，隨時響起，提醒你愛情有危險。很多人以為愛情的安全感來自對方的行為，準時回訊息，說我愛你，貼心舉動。然而真相往往正好相反，真正穩定的安全感來自你自己的內在，而不是伴侶的任何行為。如果你把安全感完全寄託在對方身上，愛情就會變成一種外部依賴。對方稍微疏忽，你就焦慮；對方不在意，你就受傷。為什麼安全感容易依賴對方啊？人類的天性中有依附需求，我們渴望被理解、被接納、被愛。在戀愛中，這種需求表現得尤為強烈。我們希望另一半能提供心理安全感。案例：美雲與世杰。美雲很愛世杰，但她的安全感完全依賴世杰的行為。世杰忙碌一天沒回訊息，美雲就焦慮不安。世杰對她冷淡幾句，她整天悶悶不樂。世杰出差，美雲甚至開始猜疑、過度聯想。結果呢？美雲的愛情不是甜蜜，而是隨時處於緊張模式。這就是典型的外在安全感依賴。你感覺好不好，不在於你，而在於對方。內在穩定的安全感如何運作？內在安全感簡單來說，就是你對自己、對生活、對愛情的穩定信任感。它有3個關鍵特徵：一、自我認同穩定，你知道自己的價值，不因對方的態度而劇烈起伏。例如，即便對方今天沒主動聯絡，你仍相信自己值得被愛。2、情緒調節能力，你能察覺情緒，但不被情緒控制。例如，對方冷淡時，你可以先冷靜觀察，而不是立刻爆炸或陷入焦慮。3、信任生活的韌性，你知道愛情可能有起伏，但不會被短暫的不滿擊垮。例如，一次爭吵後，你能理解這只是磨合，而不是關係毀滅信號。案例：學文與子軒。學文內在安全感強，子軒有時候忙碌忘記回訊息，他不焦慮，只是發簡訊，你忙完了再回吧。子軒感受到學文的穩定，反而更願意分享自己的生活。內在安全感不僅保護自己，也讓關係更健康。為什麼外在安全感不可靠呢？如果把安全感寄託在對方身上，會面臨3個問題：一、無法掌控對方行為，對方的行為無法完全由你控制，焦慮也就成為常態。2、依賴會增加壓力，對方感受到你的焦慮，可能會變得疏離或防衛，形成惡性循環。3、愛情變成交易，你開始心算，他今天對我好，我就感覺安全；他今天不理我，我就受傷。愛情從原本的自由互動，變成心理算計的負擔。案例：美雲與世杰。續。美雲焦慮時，不斷追問世杰：你愛我嗎？你還在乎我嗎？世杰感到壓力，開始避免與他互動。結果，原本希望依賴對方獲得安全感，反而破壞了關係。如何培養自己的內在安全感呢？內在安全感不是天生的，而是可以透過練習與自我探索培養的。一、自我肯定與價值感，列出自己的優點、成就和付出，對自己說：我值得被愛，不因別人的行為而改變。2、情緒覺察與接納，當焦慮、失落
或生氣來臨時，先承認情緒，而不是否認或壓抑。問自己，這個情緒告訴我什麼啊？而非直接攻擊對方。3、建立心理界限，明白對方的選擇不代表我的價值。例如，對方忙碌沒回訊息，不代表你不重要，只是生活節奏不同。4、練習獨立與自主，培養自己的興趣與生活重心，讓生活不完全依賴伴侶。當你有自己的生活和喜好時，對愛情的依賴會自然減少。案例：學文的練習。學文開始每天寫日記，記錄自己值得感謝的事與優點。當子軒偶爾冷淡，他不再焦慮，而是理解他忙碌，生活節奏不同。結果他不僅內在更穩定，與子軒的互動也更加自然自在。愛情中的內在安全感與互動模式。當雙方都有內在安全感，愛情互動就會出現3種明顯變化。1、互相信任而非監控，不需要反覆確認對方是否愛你，而是自然地感受到被愛。2、衝突更容易化解，即便發生爭執，也不會恐慌或過度解讀，而是冷靜處理問題。3、關係更自由，你不因恐懼失去而抓緊對方，也不因焦慮而過度付出，愛變成選擇而非負擔。案例：子軒與學文的互動。子軒忙碌時，學文不再焦慮追問，只是體貼等待。子軒感受到尊重與理解，兩人的親密度反而提升。愛情不再是恐懼的追逐，而是安心的陪伴。內在安全感不等於冷漠。很多人誤解，如果安全感來自自己，是不是就不需要對方啊？其實不然，內在安全感不是冷漠，而是你願意愛，但不以焦慮為條件；你能親密，但不依賴；你能付出，但不失自己。案例：學文與子軒。學文依然表達愛意，關心子軒，但不再因為他一時的冷淡而動搖。子軒反而感受到更真實的關心，因為這份愛不是需求的附屬品，而是自由選擇。給予安全感是自己給自己的禮物。愛情中的安全感不是靠對方的行為獲得，而是靠自己的內在穩定培養。當你能給自己安全感，你才不會因為短暫的忽略而焦慮，也不會因為小小的爭執而恐慌。當你內心穩定，愛情才有真正的自由與深度。所以下一次當你感到不安，不要急着責怪對方，先問自己，我能不能先給自己一份安全感呢？這份自我安全感不僅保護你，也會讓愛情更長久、更穩定。